歡迎收看野球特報。這週的天氣真的非常不穩定，連日的強降雨讓這週6支球隊的出賽場數出現了極大的不對稱。這週只有在大巨蛋進行比賽的中信兄弟與統一獅完整打滿了5場，而樂天桃園竟然只打了1場。這種支離破碎的賽程對投打節奏的影響真的很大。沒錯，上週的賽程因為雨勢變得非常凌亂，這不僅考驗教練團在先發輪值上的調度智慧，對於牛棚的負擔更是截然不同。我們先從整體的戰績表現來看，上週最風光的就是中信兄弟了，他們拿下了4勝1敗，勝率高達80%。這讓他們在下半季的排名迅速竄升，現在跟榜首味全龍之間的勝差已經縮小到只剩下1場。大家都說8月狂象，看來今年也不例外。兄弟在8月份至今已經累計了11勝5敗，上週場均得分高達5.2分，展現了強大的統治力。反觀味全龍，雖然目前還勉強保住下半季與全年度的雙料龍頭，但上週1勝2敗的成績其實隱藏了不少危機，特別是進攻端的乏力，場均得分竟然不到3分，對投手群來說壓力真的太大了。說到數據，我們來拆解一下各隊目前的攻守狀態。中信兄弟上週的攻擊火力之所以恐怖，並不完全是靠全壘打，而是透過極高的擊球確實度。他們的團隊 OPS Plus 高達111.1，而且三振率只有14.6%，這遠低於聯盟平均。這代表他們的打者非常難被解決，總是能把球擊進場內，形成壓力。觀察進階數據會發現，他們的場內安打率 BABIP 高達.333，這說明打線能頻繁地找到防守空隙。而投手端的表現更是沒話說，團隊 ERA Plus 高達159，這意味着他們的防禦效能比聯盟平均高出近60%。尤其是先發投手羅哥與德保拉，兩人上週都繳出了7局的優質先發，配合上78.2%的高殘壘率，讓對手幾乎找不到得分的機會。相對於兄弟的穩定，統一獅上週的數據表現就顯得非常極端。如果單看打擊，獅隊其實是上週全聯盟火力最強的 ，OPS Plus 高達116.8，長打率也是6隊之冠。但是他們的戰績卻只有2勝3敗。問題完全出在投手與守備的崩砍。獅隊上週的團隊防禦率高達4.9，可是有趣的是，他們的獨立防禦率 FIP 卻只有2.84，這高達2.06的巨大差距，說明了獅隊投手其實投得不差，但運氣非常糟糕，或是守備幫了倒忙。對手面對獅隊時的 BABIP 高達.333，加上牛棚在關鍵時刻的保送率偏高，導致即使有很高的三振能力，依然無法阻止失分。這就是典型的數據漂亮，但結果慘淡。那我們再來看看富邦悍將，他們上週雖然只出賽2場，但表現出來的風格依舊非常一樣。投手群的表現堪稱藝術等級 ，ERA 加竟然達到了不可思議的228.9，這幾乎是把對手徹底封鎖。不管是先發還是牛棚，殘壘率高達87%，在危機處理上展現了極強的韌性。然而，打擊端卻是長期的痛點。雖然 OPS 加有101.7，勉強優於平均，但缺乏長打能力是事實，純長打率 ISO 只有.047。這導致他們在比賽中往往能上壘，卻很難靠一棒定音來大量得分。攻擊策略顯得過於激進，第一球揮棒率超過40%，很容易落入對方的派球陷阱。這種投高打低的失衡狀態，讓他們上週只拿下1勝1敗，沒能完全發揮投手的優勢。台鋼雄鷹上週的數據更是讓人擔心，他們在2場比賽中展現了非常不穩定的狀態，團隊打擊率甚至不到20%，三振率則是聯盟最差的20.9%。這反映出打者對於好球帶的辨識以及對變化球的應對出現了斷層。而在投手端，雖然 FIP 是正常的3.37，但實際的場均失分卻高達7分。對手面對台鋼投手的 BABIP 是誇張的.377，這通常代表球隊的防守覆蓋率不足，或者是投手被大出的球擊球出速都太快。加上只有57.4%的殘壘率，這顯示台鋼的牛棚目前處於只要有人上壘就會失分的恐懼中。
這種防守與牛棚的崩潰，確實是成長過程中必須跨越的巨大障礙。味全龍身為龍頭，上周進攻當機 OPS 加只有53.9，這幾乎是聯盟平均水準的一半而已。雖然三振控制的還行，但擊出的球大多是軟弱的滾地球或是無效飛球，缺乏強勁擊球的結果就是 BIP 低到只有.221。投手群雖然勉強維持住 ERA Plus 在100出頭，但三振率下滑到了 7.5%， 這是全聯盟最低的數字，代表投手現在非常依賴守備處理球。FIP 數據也顯示，未來可能會有失分校正回歸的風險。樂天桃猿雖僅出賽1場，樣本數較小，但打線遭富邦洋投威哥神徹底封鎖吞蛋。團隊打擊3為低迷，打擊率219，上壘率286，長打率313，加上保送率只有5.7%，無法有效消耗對方投手用球數。投手方面，陳克毅、賴威成與王志軒輪番上陣，團隊防禦率3.00 ，FIP 3.82。需特別留意的是，投手群的 BABIP 高達0.393，連帶使 WHIP 狂飆至0.67。面對全年度 ISO 僅0.078的長打火力匱乏，雖然球團啟用道威勝與威克的雙洋炮陣容，但這種拿本土投手體力條作為賭注的高風險實驗，最終結果將是決定樂天下半季走向的關鍵。說到比賽回顧，大巨蛋的系列賽真的是充滿張力，特別是8月21號兄弟對戰統一那場，真的是高階投手戰。兄弟的菲利士跟獅隊的布雷克都展現了壓制力，但比賽最精彩的轉折是在第8局，兄弟的陳虎上場後出現控球亂流，造成滿壘無人出局的絕境。這時候教練團換上呂彥青，他真的展現了強大的心理素質，先讓蘇智傑擊出飛球，接着連續3振潘爵凱跟朱家恩，那種在懸崖邊緣把分數凍結的柴蛋秀，不僅保住了勝果，更讓全場球迷熱血沸騰。這種高壓下的表現，正是兄弟現在能穩定連勝的關鍵。相對的，獅隊在那局錯失大好得分機會後，士氣明顯受到影響，這也是他們近期遇到的瓶頸。台東系列賽也同樣精彩，但也讓台鋼球迷看得心驚膽跳。8月18號那天，台鋼的黃子鵬前5局投得像神一樣，完美15上15下。結果第6局一個安打後就風雲變色，獅隊展現了可怕的纏鬥力，林子豪的滿貫炮直接把比賽帶走，單局失掉7分的崩盤，真的印證了我們前面提過的台鋼牛棚在危機處理上的脆弱。不過隔天台鋼就懷疑顏色，雖然8局上又被超前，但8局下老將劉時豪面對鍾允華150公里的火球，大棒一揮掃出逆轉3分炮。那一幕真的說明了老將的價值，在那種高張力的瞬間，經驗帶來的判斷力是年輕球員學不來的。這場勝利對於台鋼的士氣提振非常重要。我們也要聊聊上周最殘酷的話題，就是831洋將大限。富邦悍將註銷威格神的決定在網絡上引發熱議。儘管他才剛對樂天投出6局無失分的優質先發，對戰防禦率僅 1.96， 但吃局數能力不足，終究成了他的致命傷。由於他常常提早打卡下班，導致牛棚消耗過大，投手調度陷入困難。從長遠的戰力考量來看，這確實是富邦不得不面臨的殘酷決定。而台鋼簽下威鳳山，樂天選擇雙洋炮，這些決策都顯示各隊為了衝擊季後賽，已經進入了最後的戰略博弈。另外，在上周表現突出的中信兄弟21歲小將張世倫，將真的太不可思議了。他把連續安打紀錄推進到18場，這可是今年聯盟最長的紀錄。而且他的打球方式非常聰明，雖然不追求長打，但利用速度優勢跑出了很多內野安打。本季已經累積了11次盜壘，他這種在壘間的破壞力，完全活絡了兄弟的攻勢。另外，兄弟的尤俊佑在23號面對獅隊，繳出5局無失分的處女秀，拿到生涯首勝。這對兄弟的本土輪值來說是強心針。而統一獅的江少慶雖然上周只投了1局，但球速已經吹到154公里，這對獅隊球迷來說絕對是最大的安慰。如果江少慶能找回以前的身手，配合獅隊堅強的洋投陣容，他們在9月的反攻還是會非常有看頭的。
上周全聯盟打擊最狂的，絕對是台鋼雄鷹的藍銀輪。上周因為比賽延賽，雖然只有7個打席，卻繳出打擊率.750，上壘率.857，長打率1，OPS 高達1.857，簡直就是無雙狀態。他展現03振、保送率28.6% 的完美選球眼 ，WOBA .790，證明只要他上場就能建功。至於樂天的新洋炮道威勝，上周4打數2安打5成的打擊率，而且在擊球出速上也展現出令人期待的潛力。在總教練曾豪基明確表態將續留雙洋炮陣容，這項決策無疑讓道威勝扛下了極大的戰績重任，也是雙洋炮策略能否成功最關鍵的變數。總結來說，現在的戰局非常微妙，兄弟有氣勢，味全有龍頭底子，但火力缺口大；獅隊則是火力強，但投手崩盤。接下來每一場比賽都會因為這些數據的校正回歸而變得更加難以預測。隨着8月進入尾聲，雖然天氣打亂了比賽節奏，但也給了一些球隊喘息跟調整的空間。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別忘了點讚、分享，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對目前各隊戰況的看法。你覺得誰會是下半季的最終贏家呢？是現在氣勢如虹的兄弟，還是味全龍繼續獨走？野球特報，我們下次見，拜拜。